美国想利用中国的邻居来对付它，这个计划会成功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今天我们聊聊美国和澳大利亚急匆匆赶到太平洋岛国，与中国抢占地盘，岛国人民能答应吗？上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太平洋岛屿论坛上发表了视频讲话。这个论坛是一个由南太平洋群岛国家组成的多边会议，通常分为波利尼西亚群岛和美拉尼西亚群岛。在交流中，哈里斯发誓要加强美国与这些岛国的合作，警告坏人，并承诺重新开放美国在汤加和萨摩亚的大使馆。这是美国以前从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地区的一个例证。当然，直到华盛顿发现北京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美国突然才醒悟过来，赶紧过来热身。值得注意的是，岛国基里巴斯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一举动后来被归咎于北京做了手脚。后来中国自己与论坛成员举行了会议，明白人都知道，中国来到太平洋岛国是为了基础设施建设，是互利互惠的事，自然受到岛国人民的欢迎。而美国来到这里则是为了掠夺这一地区的财宝来的，当然岛国人民会有很大的防备和警惕性。如果还不是很明显，南太平洋大国之间已经展开了一场争夺影响力和政治主导地位的严重战争。尽管将中国描述为侵略者或扩张者，但美国和澳大利亚名义上将这一地区视为战略后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对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统治权之后，华盛顿进而延伸到堪培拉，将对这些岛国肆无忌惮的统治理解为他们自己全球霸权的先决条件。美国外交政策公开宣称的雄心是阻止现在被视为其最大地缘政治对手的中国在太平洋第一和第二岛链实现军事平等。如果美国失去了对他们的首要控制地位，它会失去整个亚洲的投射力量的能力。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通过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闪电战震惊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全协议，并与其他国家形成了多项协议。此后，华盛顿和堪培拉通过权威媒体发出警报，声称中国的目标是在这些岛屿上建立军事或者海军基地，很快导致对所罗门群岛公开发表威胁言论。此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向岛国推进了各自的外交攻势，并引人注目地发起了另一个以反华为重点的多边组织，名为建立南太平洋伙伴关系。很快，英国和日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可想而知美国所有的这些努力都不太可能发生大的变化。首先，不管美澳喜不喜欢，这些岛国都不想在政治上被某个特定的大国所支配。他们认为长期处于后院的状态并没有什么好处。其次，美国及其盟国无能为力改变中国，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发展伙伴，并提供大量发展机遇的条件。中国在与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协议的时候，还宣布98%的岛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给予免税的待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而所罗门群岛的人口甚至比中国的一个小城市还少，对他们的免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同时，中国正在直接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利益，以提高其经济地位，提供基础设施和出口市场。美国、澳大利亚等他们寻求与这些国家重新接触的唯一目的，仅仅是为了对抗中国，并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正如副总统哈里斯挥舞着坏人的字眼所表明的那样，北京承诺尊重他们的国家主权，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达成的安全协议令华盛顿和坎培拉感到懊恼。所罗门群岛认为这是一个终于可以摆脱对澳大利亚长期依赖的好机会。总之太平洋岛国正在寻求平衡，而不是从属于霸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及其合作伙伴认为乌克兰等国能够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美国统一之下，但所罗门群岛这么小的一些国家竟然敢于挑战美国，而选择中国，美国人确实想不通。然而这些岛国已经认识到，可以通过选择多个合作伙伴来支持自己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接受某一个卑微的地位作为侵略者的后院，一个无法为他们提供与中国竞争的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国家。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